今天我们要聊聊退休养老该住哪里。许多人以为台北医疗资源最多，养老一定首选台北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不然，真正被低估的养老天堂不在台北，台湾各地一些城市才是养老生活的天花板，即存在他们气候宜人、医疗充足、物价亲民，日子过得像在度假。等一下我们要一一揭晓这10大养老圣地，看看有没有颠覆你的想象。在揭晓第一名之前，不妨先猜猜看，你心目中的老人天堂天花板是哪里呢？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倒数这10大退休梦想城市吧。第10名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新竹市。新竹给人的印象多半是科技新贵云集，房价高昂，又一年四季狂吹季风的风城。你可能想问，这样的地方怎么会适合养老？其实新竹被低估了它的养老潜力。首先，新竹市区不大，生活机能集中，老人家出门办事不需长途奔波，大医院方面也不缺。新竹拥有多所优质医疗院所，像国泰医院、新竹马偕医院等，医疗水准不亚于双北。对银发族来说，看病不用跑远路，十分方便。新竹还有一个隐藏优点，空气品质相对不错。强劲的季风虽然让人觉得新竹没有不乱的头发，但也吹散了许多空气污染。相较于中南部工业区，新竹的天空通常更为湛蓝，这对重视养生的长辈是好事。气候方面，新竹冬暖夏凉，其实没有想象中恶劣。冬天因为季风关系，体感温度比气温低，但新竹少了台北湿冷的刺骨感，只要注意防风保暖就能舒适过冬。夏天有海风调节，虽然日间仍热，晚上往往凉爽宜人。此外，新竹市政府近年积极营造高龄友善环境，人行道改善，社区长者关怀据点的普及，让老人在这里行走安心，社交也有地方去。据最新的调查，新竹在高龄友善程度上名列前茅，还拿下非6都组的亚军，可见这座城市对长辈真的很友善。想象一下，早晨的新竹公园，老人们迎着海风缓步散步，或是在社区活动中心下棋聊天，这画面是不是很怡然自得？所以别再只认为新竹只是年轻工程师的天下，其实它静静地为长者们准备了一个舒适的后花园。接下来第9名，我们来到东部的台东县。台东常被形容为后山中的后山，遥远而宁静。对喜欢热闹的人而言，台东或许过于清淡，但正因为这份幽静，台东成了许多退休人士向往的桃花源。在台东，时间仿佛慢了下来。早晨，您可以漫步在都兰的金黄海岸上，看太平洋晨光闪烁，空气中带着一丝海盐的清新。下午，或许骑着脚踏车穿梭稻田小路，远处山峦连绵，感受大自然的抚慰。台东的生活成本也相对低廉，房价和物价都比西部都会区亲民许多，手上养老金有限的人在这里更能悠游自在。想象一下，每天清晨只花几十元就能买到当地新鲜蔬果和鱼货，自己下厨煮一餐健康美味的早餐。没有压力的日子里，花钱的地方自然也少，钱用的久，生活品质反而提升。医疗方面，台东虽比不上大都市繁密，但也有台东马偕医院、部立台东医院等主要医院，平时小病小痛足够应付。若遇重大疾病需要大医院，也可透过台东机场搭乘飞机，1-2小时内抵达台北治疗。虽多一层程序，但尚在可接受范围。更何况远离都市污染的台东，自然养生效果极佳。很多人在这里反而更健康，可能1年也去不了几次医院呢。当然，台东也有挑战，交通较不便利，子女亲友多半在外地，难免觉得有点远。但也因为地缘关系，台东保留了最淳朴的人情味，邻里之间常常互相关照，街坊邻居就像一家人。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也比较放心，家中长辈有人照应。对渴望远离尘嚣、拥抱自然的银发族来说，台东的确是个令人向往的慢活天堂。位居第8的屏东县是台湾本岛的最南端，许多人对屏东的印象停留在墾丁的海天一色与热闹夜市，但对退休长者而言，屏东整个县其实都是一片悠闲乐土。
在屏东，你可以享受最充足的阳光，这里属于热带气候，秋冬温暖如春，几乎不需要担心刺骨寒冬带来的关节疼痛。对于老年人常见的关节炎、风湿问题，南国的暖阳无疑是一帖天然良药。屏东生活步调舒适缓慢，无论是在屏东市区的小公园乘凉看报，还是在乡间小镇看着夕阳西下，人们总是不疾不徐地过日子。这种生活节奏最适合想慢慢变老的人。屏东的物价在全台也属低廉之一，菜市场里热带水果便宜甜美，自己种菜养花的退休族也不在少数，生活开销小而满足感高。试想在自家庭院里种满木瓜、芒果树，每天现摘现吃，是不是很惬意？别以为南部乡下缺医少药，屏东的医疗资源其实还不错。屏东市有3种屏东分院等大医院，各乡镇也设有卫生所，日常看诊拿药不是问题。如果需要更进一步的医疗，开车或搭车1个多小时就能到高雄的大型医学中心，距离尚算方便。有些屏东长者甚至养成每几个月搭高铁去台北健检一次，顺便观光探亲，算是另一种乐趣。在屏东养老还有一大乐事，贴近大海与山林，从海边的恒春、小琉球到内陆的雾台、三地门、原乡部落，屏东的自然与人文风情非常多元。退休后有的是时间可以随心出游探索，例如平日避开人潮，到垦丁海滩散步拾贝壳，或深入山区品尝部落风味餐，这种种体验都让人感到生命延长的丰富。难怪越来越多人发现屏东其实是适合安享晚年的世外桃源呢。宜兰县获得第7名，对许多北部的朋友来说，宜兰早就像是自家后花园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对退休族而言，宜兰也是被低估的养老圣地。宜兰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，一面靠山，一面朝海，平原广阔，空气清新。如果你向往青山绿水相伴的日子，宜兰绝对能满足你。清晨的罗东运动公园，常可见一群银发长者沿着湖畔缓步，或3-5好友打太极拳，呼吸南洋平原清新的空气，开始活力满满的一天。宜兰最大的优势之一是离大台北近，但生活成本却低很多。很多台北退休族选择搬到宜兰，就是看上这里房价相对亲民，空间宽敞。在台北卖掉一间公寓的钱，可能在宜兰郊区买栋带小院子的平房，还有余钱进行生活品质升级。更棒的是，透过雪山隧道开车1小时多就能回台北探望亲友，方便性极高。子女周末想回家看爸妈，也能说走就走，不必舟车劳顿。因此，选择宜兰养老，既能远离都市丛林，又不会与儿孙离得太远。提到宜兰，不能不说到它的天然资源对养生的好处。宜兰有丰富的温泉，例如礁溪温泉远近驰名。想象退休生活中定期泡汤舒筋活血，不仅疗愈身心，对退化性关节问题也有帮助。难怪有疗愈系退休这种说法，用在宜兰正恰如其分。另外，宜兰农产品丰富，长辈们可以天天买到最新鲜的当季蔬果鱼虾，饮食健康有保障。社区活动方面，宜兰的人情味浓厚，各乡镇常举办传统义政、歌戏表演，长者们茶余饭后有热闹活动可参与，不会感到孤单。当然，宜兰的美中不足在于冬季雨水偏多，湿度高，老人家可能需要注意防潮、防风寒，但只要备妥除湿机、保暖衣物，其实问题不大。毕竟宜兰全年气温算温和，很少出现极端酷暑或严寒。总的来说，宜兰就像一个青山绿水簇拥的养老后花园，随时欢迎退休人士回归自然怀抱。对许多在台北辛苦打拼一辈子的人来说，退休后选择到宜兰安度晚年，无疑是回到简朴幸福的初衷。第6名，我们来到花莲县。说到养老圣地，怎能不提花莲？花莲被称为后山，拥有全台最壮丽的山海景色和淳朴民风，是慢活养生的代表地之一。很多人一想到花莲，就浮现出蓝天白云、中央山脉和太平洋遥遥相望的画面。试想退休后的某个黄昏，您坐在花莲七星潭的海边，看着太阳缓缓沉入海平线，海浪声仿佛为这人生乐章奏出最后的宁静乐音。这种贴近大自然的生活，
是不是无价呢？花莲的空气品质有口皆碑，远离西部工业区，加上绿地多，花莲全年空气清新干净。对长辈来说，呼吸到的是没有雾霾的甜美空气，身体自然更舒适。加上步调慢，人情味浓，在花莲生活压力极小。买菜时，摊贩总会多送一把葱，邻居间彼此照应，让人感到温暖。很多退休人士搬到花莲后，血压降低，睡眠变好，整个人焕然一新。医疗方面，花莲虽没有台北那么多的大型医院，但也有几个重要医疗中心足以支撑在地需求。例如慈济医院、门诺医院都是口碑良好的医院，急重症治疗没问题。慈济医学中心甚至是东台湾的医疗重镇，许多高难度手术都做得到。对于慢性病患或需要复健的长者来说，花莲的医疗资源仍可提供相当水准的照护。此外，由于花莲长辈多，地方也很重视长照服务，社区据点、送餐服务、居家照护等资源逐渐完善，让老人家在家乡就能安心养老。当然，花莲也有它的挑战，首先是地震频繁，位处环太平洋火山带，大小地震时有发生，对年纪大的长辈心理上可能需要适应，安全防灾措施也要做好。不过花莲人其实习以为常，建筑物抗震设计也渐趋完善，一般的小震动多半不会造成危害。再者，交通较为不便，目前高速公路尚未直达花莲，只能仰赖火车或飞机，但也因为远离尘嚣，花莲得以保留独特的纯净与美好。总的来说，如果您向往远离都市、亲近大自然的退休生活，花莲绝对是值得您考虑的慢活天堂。来到第5名，我们聚焦嘉义县。嘉义县地处台湾中南部，或许不像大城市那样受瞩目，但它其实是高龄友善环境的佼佼者之一，甚至有人称嘉义县是长寿之乡。嘉义县幅员广大，下辖许多乡镇，从平原一直延伸到阿里山山路。悠闲的乡村生活配合县府推动的创新长照措施，让嘉义县的老年人生活的既安心又开心。首先，嘉义县的社区照顾做得很到位，全县各地建立了许多社区关怀据点，定期为长者提供供餐、量血压、健康讲座等服务。长辈们白天可以到据点吃吃点心，唱唱怀旧老歌，跟邻居聊家常，生活充实不无聊。嘉义县有些乡镇还很有创意地办活动，例如举办银发族歌唱比赛、趣味运动会等，鼓励长者走出家门，维持身心活跃。甚至据说某地还安排马术体验，让老人家试试看牵马，骑马的滋味倒也成了一段佳话。这些贴心又有趣的措施，使嘉义县的长者们笑口常开，真正享受晚年生活。再谈环境，嘉义县的环境可以说相当宜居，平原地区气候温暖，冬天不会太冷，夏天虽炎热，但有时午后雷阵雨降温。阿里山山区更是避暑胜地，许多行动方便的长者喜欢乘着小火车上山走走，深呼吸一下，整个人神清气爽。空气品质方面，嘉义县工业不多，大部分城乡空气清新，农村地带绿意盎然，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对一些退休人士特别有吸引力。想象一下，在嘉南平原的一片稻田旁拥有一栋平房，种菜养鸡，晨昏听鸟叫，看夕阳，把日子过成诗，这是多少尘嚣中人梦寐以求的恬淡啊！嘉义县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太保、市区附近，有嘉义基督教医院、嘉义分院等。不过因为县市分治的关系，重症医疗多半利用邻近的嘉义市医院资源，或到台南、高雄的大医院。好消息是，嘉义县和嘉义市本来就唇齿相依，县内居民到嘉义市区看病相当方便，开车20-30分钟可达。而且嘉义县政府近年也积极推行长照 2.0， 让许多轻中度失能长者在地就能获得照护，不必全部仰赖医院。整体而言，嘉义县给长者打造的是一种生活有依靠、社交有伙伴、健康有保障的全方位养老环境。也许年轻时你向往大都市的繁华，但年老时才发现，真正幸福的是像嘉义县这样人情味浓厚、节奏缓慢的小地方。嘉义县的用心足以让它成为台湾养老天花板级的隐藏冠军之一，现在进入前5强。第4名是高雄市。
高雄是台湾的南部大城，或许很多人早猜到高雄会上榜。事实上，高雄在退休族间的口碑一直不错，甚至有北漂南养的趋势。不少年轻时在台北打拼的人，退休后选择南下定居高雄。高雄究竟有什么魅力，吸引长者们趋之若鹜呢？首先，阳光与气候。高雄一年四季阳光普照，冬季特别温暖宜人。对怕冷的长辈来说，高雄的冬天几乎可以穿着薄外套散步，不用担心寒风刺骨。相较之下，在台北可能湿冷难耐的日子，高雄依然天朗气清，这对关节不好或气管敏感的银发族来说格外友善。当然，高雄夏季炎热也是出了名，7、8月酷暑难当，需要吹冷气消暑。但高雄人习以为常，早晚出门，午间避阳，多喝凉饮，也能乐在其中。总体而言，气候的优势还是远大于挑战。其次，生活成本。高雄的物价和房价相对北部低廉许多，这点对退休后固定收入的人相当重要。同样的退休金，在高雄可以过得更从容。有些在台北只能租小套房的预算，搬到高雄却能租到宽敞的公寓，生活品质大大提升。日常开销方面，高雄传统市场菜价平实，餐厅小吃选择多，且价格亲民，吃得开心又不伤荷包。很多长辈说，在高雄每月养老金可以多撑好几天例。再次，医疗资源与交通。高雄是南部的医疗重镇之一，拥有多家医学中心及医院，如高雄长庚、义大医院、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等。无论是例行健康检查还是重大手术，在高雄都能找到顶尖资源。不仅如此，高雄市内交通对长者也相对友善。捷运虽然路网不如台北密集，但已涵盖主要区域，而且车厢通常不像台北那么拥挤，长者搭乘时更有座位的机会。公车也有老人优惠，许多路线可以免费或半价乘车。有长者幽默地说，在高雄出门，屁股几乎不需要离开座位，可见其便利程度。社区与休闲方面，高雄人热情直爽，邻里互动频繁，许多社区都有固定的长者活动，如公园晨间的团体舞蹈、太极拳，或里民中心的手工艺班、歌唱班等。白天到河堤、公园走一圈，处处可见结伴运动聊天的银发族身影，气氛非常有活力。而且高雄市政府近年大力绿化市容，例如爱河两岸公园绿地都整理得很漂亮。据内政部营建署统计，高雄的人均绿地面积位居前茅。对长辈来说，家附近就有公园绿荫可做，可看孩童玩耍逗趣，这种环境让心情更开朗。总的来说，高雄是一座充满活力又不乏温情的城市，它让退休人士既能保有都市的便利、医疗、交通齐备，又享受南台湾的悠闲与热情。难怪有人说，高雄是被低估的养老天堂。如果你还没考虑过高雄，不妨亲自来感受一下这里暖暖的人情和日光，相信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季军位置由台南市获得。台南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城市，有府城之称。或许你会想，台南不就是美食和古迹很多吗？怎么也成了养老天花板之一？其实，正因为台南独特的文化底蕴与悠闲氛围，让它对长者有着难以抵挡的吸引力。可以说，在台南养老，日子过得既有滋味又有温度。文化与人情，台南人情味浓厚，邻里之间像一家人。许多长者从年轻时就在同一个里生活，一辈子的邻居彼此知根知底，互相关怀。即使是外地搬来的退休族，也很容易融入这样的社区。每天清晨，台南的庙口和市场就是长辈们的社交场域，买个牛肉汤，配碗米糕，摊贩和熟客们话家常，其通乐融。午后坐在老宅改建的咖啡馆品茗，旁边可能就是百年古迹，历史与日常在此交织，让人感到岁月静好。台南人的漫步调和、亲切态度，特别适合喜欢闲适环境的长者。美食与养生众所皆知，台南小吃好吃又平价，对银发族的胃来说更是一大福音。退休生活的一大乐趣就是吃遍在地美食，台南的牛肉汤、虱目鱼汤、关庙面、丸果等等，每样都美味又营养。重点是价格实惠，在台南街头花个铜板价就能吃饱吃巧。
对许多节俭惯了的长辈，台南简直是天堂，每餐都像在办桌，却花不到多少钱。更妙的是，台南人烹调口味偏甜且温和，不像川菜麻辣重咸，相对温润的食物对老人家的肠胃更友善。边享美食还能边摄取在地新鲜食材，健康又快乐。生活成本，台南的房价是6都中相对最低的之一。对退休后想置产的朋友来说，在台南买房压力小得多，一间透天厝的价钱可能只等于台北一间公寓的零头。租屋亦然，以相同预算，在台南能租到环境更舒适的住处，物价低更是台南的王牌。无论餐饮、交通或娱乐开销，都比北部佛心许多。例如，公车对老人有优惠，而且台南市区不大，自行车甚至机车代步就很够用，油钱交通费微乎其微，钱省下来可以用在旅游或孙子教育上，让退休金发挥更大效益。医疗与长照，台南的医疗资源在南部仅次于高雄，这里有成大医院这样的顶尖医学中心，以及奇美医院等优质医院，重大疾病治疗和日常门诊都不成问题。台南市也积极发展长照服务，社区日照中心、居家照护队伍逐渐普及。一些偏乡区域，里长和卫生所也会特别关照独居长者，提供送餐到府或定期拜访，令老人家感到被照顾。难怪台南在高龄友善的评比中，社会友善这个面向拿下第一，可见长辈在这里真的被社会所重视、尊敬。总之，在台南，养老就是在历史古城中慢慢品味人生，每天与古朴的街景相伴，胃里满是幸福滋味，身边围绕着热心亲切的人们。这种日子或许没有大都市的繁华刺激，但却充满实实在在的满足。如果你向往一种有文化、有温度的退休生活，台南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亚军宝座属于台中市，台中能拿下第2名，其实一点也不意外。多年来，许多评比都将台中列为台湾最宜居的城市之一。它有着中庸之道般的各项条件，不冷不热的气候，恰到好处的都市规模，以及完善的生活机能。可以说，台中集合了北台湾与南台湾的优点于一身，是很多人心中理想的养老地。气候条件，台中有天气保险乡的美名。由于地理位置适中，台中一年到头的天气相对温和稳定。台北的冬天又湿又冷，台南高雄的夏天又酷又热。相较之下，台中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，冬天偶尔冷几天，但大致干爽，不会像北部那样湿冷刺骨。夏天虽热，但极少出现高屏地区那种连日37、8度的酷热。更巧的是，每逢台风侵袭台湾，经常不是往北部去，就是往南部走。台中卫处中间，常常台风眼墙擦边而过，风雨影响较小，因此不少人戏称台中是台风的避难所。对长者而言，少了极端天候干扰，生活品质自然提升许多。医疗资源，台中作为中部医疗重镇，拥有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、台中荣总、亚洲大学医院等多家大型医院，医疗水准一流。在台中居住，长辈无论是例行健康检查、慢性病管理，还是紧急就医，都能获得迅速而优质的照护。而且台中的医疗院所分布广泛，不止市中心，郊区如丰原、沙鹿等地也有区域医院，减少长者舟车劳顿的需要。有了这张医疗安全网，家中年迈父母的子女也能更放心。生活机能与交通，台中的公共建设相当完善，但城市节奏却不像台北那样压迫。这里有全台湾公车系统最贴心的城市之一。台中市政府提供市民刷卡前10公里免费搭公车的优惠，许多长者因此养成搭公车四处逛的习惯。对银发族来说，不用自己开车骑车，只要带着敬老卡出门，想上哪就上哪，相当便利。台中的人行道设置在6都中也是数1数2的完善，步行环境友善，老人家散步不用担心与车争道。除此之外，台中还有即将全面营运的捷运绿线，加上台湾高铁台中站就在市区南边，无论市内移动或跨城交通都十分方便。地理上，台中位居全台正中央，儿女分散各地的长辈住台中是最理想不过，南下北上探望亲友都不辛苦。
亲情联系更加紧密。生活成本，台中物价、房价虽比不上南部那样低廉，但也远比台北实惠。在台中租屋或购屋，选择众多且性价比高，比如不少电梯华厦的单价仅台北的一半，在此落脚，经济压力小很多。日常开销方面，台中有各式传统市场和超市，物价中等偏低，尤其台中人爱吃美食，小吃价格也公道。一碗有名的丰原肉圆可能只要铜板价。对老饕级的长辈而言，台中也是美食天堂，例如逢甲夜市偶尔逛逛，既回味年轻时光，又满足口腹之欲。社交与休闲，台中有许多适合长辈消遣的地方，像台中国家歌剧院、美术馆、科博馆等文化设施，时常举办艺文活动和展览。不少年长者办了年度会员，闲来就去听讲座、看展览，增广见闻之余，也结交新朋友。台中公园、秋红谷、文心森林公园等地绿意盎然，早晨和傍晚都有长者打拳、舞剑或散步运动的身影。不仅如此，台中人思想相对开放，老年大学、乐龄学习中心等资源丰富，鼓励银发族终身学习。许多退休老师、医师聚在一起学书法、学摄影，生活多彩多姿。综合以上种种，台中几乎可以说是为养老而生的城市，怪不得它在各种幸福城市、慢老城市调查中屡屡名列前茅。今年天下杂志首度做的慢老城市评比中，台中更是一举夺下6都组的冠军，证明了它在高龄友善上的努力成果。如果说世界上真有气候好、医疗强、生活方便、娱乐不无聊的完美退休地，那台中绝对是最接近这个理想的地方之一。终于来到榜首，荣登我们台湾养老天花板第1名的是许多人意料之外的嘉义市。可能有朋友惊讶，嘉义市那不是个小城吗？居然打败这么多大咖脱颖而出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嘉义市正是那匹养老界的黑马。这座低调朴实的小城市近年在高龄友善环境上的表现十分亮眼，让它摘下了我们榜单的冠军宝座。环境与步调，嘉义市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悠闲2字。作为台湾西南部的一座小城，嘉义市没有大都市的繁忙节奏，也不像观光景点那样喧闹不休。街道两旁依然留存着日据时代遗留下的老榕树，夏日里绿荫如盖，连阳光都变得温柔。不少道路还有骑楼相伴，下雨天长者走在路上也不用撑伞淋雨。清晨的嘉义公园总能看到老人家们三三两两散步、打太极或提着鸟笼串门子，宛如早期台湾淳朴社会的缩影。在嘉义市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，生活起居很少有紧迫感。这种氛围对高龄者而言格外友善。正所谓慢城养老，嘉义市可说是典范。医疗与长照，别看嘉义市不大，医疗能量却一点也不小。嘉义市拥有嘉义基督教医院、圣马尔定医院、嘉义长庚医院等多家医院，加上邻近的嘉义县也常利用这些资源，形成区域医疗网络。嘉义基督教医院历史悠久，对地方贡献良多，是许多嘉义人一生从出生看到老的依靠。有这些医疗院所撑腰，嘉义市长者的健康照护相当有保障。不仅如此，嘉义市在今年的慢老城市调查中，在安居环境和身心健康2大面向都拿下非6都的第1名。可见无论居住安全、医疗保健、心理关怀等都做得十分到位。嘉义市政府和民间团体也相当积极于长照服务。早在中央推动长照 2.0 前，嘉义市就已展开各种乐龄服务试点，例如结合社区发展协会开办日间照顾中心，让失能或失智长者白天有人陪伴照料，晚辈们白天上班也能放心。市区内几乎每个里都有长青学院或老人共餐据点，长者们天天有地儿可去，吃饭聊天都有伴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嘉义市对预防老人跌倒与健康促进的重视，他们推广简易的居家环境改善，例如发放防滑垫、辅助器，提醒长者防跌比治病更重要。种种贴心措施让嘉义市的长辈们即使年过80，依然能独立又安全地过日子。生活成本与便利性，
嘉义市的物价与房价属于超级亲民的等级，房价比起6都低很多，租金也是全台主要城市中最低之一。对退休族而言，减轻住屋开销压力，就等于间接增加可支配收入。嘉义市区小巧玲珑，骑电动脚踏车就可以趴趴走，几乎用不到汽车，没有车贷燃料费的负担，生活成本又降低不少。菜市场的物价便宜量又足，当地盛产的稻米、蔬菜、水果品质佳，价格低，吃的营养又省钱。此外，嘉义市虽小，该有的一应俱全，银行、邮局、超市、医院都集中在不大的范围内，老人家办点事情，搭公车或计程车十分方便，而且车资也不贵。在嘉义市生活，你会感到一切都刚刚好，城市不大不小，需求都能被满足，却又没有多余的繁杂。人情与幸福感，嘉义市的人情味与台南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里的人们朴实敦厚，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的传统仍然存在。如果巷口的李伯伯几天没出现买菜，邻居们可能就主动去按门铃关心。这种互相关怀的社区氛围，让独居长者也不至于孤单无依。此外，嘉义市还有一个特别的幸福元素，它常常被媒体票选为全台最快乐的城市之一。或许有人不解，繁华不及北部，风光不如东部的嘉义市，有什么特别之处让居民感到幸福？答案很简单，安居、安心、安逸。对老人家来说，繁华不再是追求，平静安稳才是真福气。而嘉义市正巧提供了这份平静安稳，加上一点生活的小情趣，例如嘉义著名的火鸡肉饭、美味的方块酥，让生活多了甜头，幸福感油然而生。总结来说，嘉义市能夺得我们养老城市榜首，并非偶然。它以小而美的姿态，在各方面默默耕耘，为长辈打造出一个贴心舒适的环境。正因为它长期被低估，当你真正踏上嘉义市土地，深入体验生活后，才会恍然大悟，原来这里才是台湾养老的终极天堂。如果你还在为退休后去哪里安家而烦恼，不妨将目光投向这座低调的幸福之城，也许在那里，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桃花源。聊完以上这10大养老圣地，是不是超出你的预期呢？每个人的理想退休地可能不同，但以上这些城市都各有独到之处，共通点是都能让长者安心变老，快乐生活。从繁华与便利并存的6都城市，到风景秀丽、节奏悠闲的乡镇，各种选择满足不同喜好和需求。台湾即将在2025年迈入超高龄社会，我们很庆幸看到各地政府与民间都在为打造友善的养老环境而努力。当然，选择在哪里展开退休新生活，最终还是要考量自己的健康状况、经济条件和亲人距离等因素。但至少现在，您多了这份宝贵的参考清单。也许有人觉得家永远是最好的养老之地，但其实只要我们勇于规划、善用资源，换一个城市生活也能开创人生新篇章。希望今天的分享给准备或正在退休的您带来一些灵感。无论您选择留在熟悉的故乡，还是搬到梦想已久的城市，都祝愿您的晚年生活过得舒适自在，如同在度假般，每一天都充满笑容。毕竟人生下半场才正要开始，找对了地方，我们都能把日子过成诗篇，让养老生活成为另一种精彩的冒险。